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3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78.50， 收盘价是 178.08，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80.32， 最低价是在 173.82。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6731.46 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纠结，在零轴的下方继续出现微小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3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下影线略长。那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变盘信号K 线组合之后这样一个横盘中。对，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呢，它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下方在174附近是遇到了支撑，然后在盘内出现了反弹，最后收盘价是收在开盘价的附近。那我们也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也就是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那出现这样一根这个下影线略长的十字线，然后成交量量缩，说明当日的 K 线它继续是一根休息的 K 线，也就是说日后股价会或者当日是这个继续等待突破。那其实我们会关注到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比如说5月30日是含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然后5月31日是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那么这2根 K 线它们的最高都是5月23日这根红 K 的最高。就是说它们的2根 K 线的最高是和5月23日这根红 K 的最高是一样的。那么这2个交易日它们2根 K 线的最低值就如果我们把它们合并的话，最低值和5月23日这根红 K 的最低也是相接近的，说明在连续2个交易日的走势当中向上突破在182遇到了压力，向下这个下跌呢是在173附近遇到了支撑。那说明目前股价的这个横盘日后要突破的位置依然是这个母子怀抱 K 线组合母线的最高和最低，依然是日后股价突破的目标。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也就是上方要突破的目标是182，下方要突破的目标是173。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或者是下行，我们给了2个点位，一个是收盘价在178，另外一个是收盘价会在174附近。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81附近。实际在5月31日收盘价是在178.08，出现了横盘。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第一个可能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走势也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股价日后要继续，因为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要继续选择向上或者向下突破，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6月3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7，就是这个前高，站上这个位置将会继续自5月10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当然我们会看到，要想到达这个位置，目前182将是强压力。当然这根休息的 K 线，也就是5月31日这根 K 线最高180，它也是一个强压力。好，那如果187被站上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199是这个前高，也就是200关口，这是强压力。那第三个目标就是我们会看到是206这个位置。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上行的3个目标。下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2前低，跌破这个位置呢，将会瓦解自5月10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并且呢将会确认自5月2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因为上方有头高，下方还差底低上方有头低，下方还差底低，那所以172就是股价下行的目标。当然在到达它之前173，也就是5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因为我们会看到连续1、2、3、4、5个交易日在盘中那最低都是在173附近、174附近是遇到支撑的。对，所以我们说要跌破172、173这个位置依然是一个支撑，比较强的支撑。好，那172如果被跌破，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68，跌破它将会继续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再次出现底低，因为上方也有头低了。对，好，那168被跌破，接下来一定就是目标就是139。好，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和下行的目标依然不变，因为目前股价我们会看到一直是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好，那么我们再给出6月3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177，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那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将会收高，因为当日其实我们会看到在盘中股价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震荡。对，好，那么到了6月3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178是6月3日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中线。我们测算在6月3日盘中，5日均线值将会是从177到179之间，在这个范围内。那么它的中线178是我们的观察位，我们调整水平线到178，其实也是前一日 K 线的收盘价这个位置。那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就是股价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是有机会会有反弹的。对，那么各条均线值也在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支撑，股价可能会选择向上突破。但是如果股价是在178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极有可能会收低，甚至是跌破173的。好，这是我们关注178的理由。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那么6月3日呢，将是一个新的交易月，也是一个新的交易周的开始，所以我们再来依次来看看月 K 线图和周 K 线图。我们首先来看月 K 线图。我们先去除辅助线，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
2024年5月份生成的这根 K 线啊，是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下跌的 K 线。并且呢，我们会看到，下影线是略长，然后收盘价依然是在5均值的下方，而且我们会看到当月的这根 K 线啊，它的最高也是在5均值这儿遇到了压力，同时在4月份一样也是在5均值遇到了压力。那么我们说啊，5月份生成的这根 K 线啊，这是一根典型的一根休息的 K 线，我们会看到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月也是量缩，而且是大幅的量缩。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4月份生成的这根 K 线叫蜻蜓线，它是一根带量的蜻蜓线。那这是预示着股价将会要反弹。那能否继续反弹呢？要看之后的交易月能否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199这个位置。那目前在5月份生成的 K 线并没有向上突破这个蜻蜓线，也就是没有确认这个反弹，同时呢也没有跌破蜻蜓线的最低，因为出现这样带量的蜻蜓线，如果跌破了它的最低，那么将会开启新的一波的下行走势。那股价我们认为是很容易去测试前低102的。对，所以呢，在5月份生成了一根休息的 K 线，那其实股价是要继续就是它是休息的 K 线，要继续选择突破。那么这个突破，我们认为它是要继续选择向上的一个突破，因为在6月份当月，我们测算5均值会到达180这个位置，对，所以呢，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股价的这个向上突破，就是说，即使出现一个横盘，也很容易是收在5均值的上方。所以我们说，经过一个交易月的休息啊，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向上突破的。那向上突破目前的强压力依然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200关口，也就是198、199这个位置。然后当月新生成的20均值会到达200关口附近。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向上突破，上方的压力是非常重的。对，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再说股价的下行呢，那股价的下行如果跌破了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168附近跌破它，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是很容易测试这根蜻蜓线的最低的。好，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依据目前的这样一个 K 线啊做出的一些推测。我们再来调出复制线，来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月的走势哈。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之前我们对月 K 线图进行解说的时候，在5月份当月，如果股价收高，会收在198附近；如果收低，会收在168附近。那在当月，我们要关注的是176这个位置，也就是蜻蜓线实体的下沿。那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在它的下方运行会收低。实际上呢，我们会看到在5月份当月收盘价就是收在我们观察线的附近，对，在176附近啊。这是我们对之前的一个回顾。那么到了6月份，我们给出的股价如果上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195附近。对，我们调整它到195。好，那我们为什么认为如果股价上行会收在这个位置呢？那么我们认为200关口、20均线值还有这根蜻蜓线的最高啊，它是一个强压力，所以我们认为突破它呢，还是需要一定多头力量的，除非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增量的
一根绿 K， 那么也很有可能会在6月份当月去突破20均线值，去重新站上20均值，对，重新站上20均值例如在20005附近，对，在这个区域。但是我们首先保守的看，就是如果股价出现上行，我们还是认为会收在195附近。好，那如果股价出现下行呢，我们给出的是，我们是经过均线的一个测算，我们会给到156这个位置，对。好，那我们认为股价会收在收盘价会在156附近，对，因为但是呢，最低我们不排除会测试到140，因为下方我们现在保留的这根底高的上行的趋势线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有效的趋势线，也就是这个位置和之后交易月 K 线的交点呢都会成为支撑，因为在4月份我们会看到也是接近触碰到这个趋势线的时候，股价是出现了反弹，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收低呢，当月最低如果继续触碰到这条上行的趋势线，那么收盘价我们认为会收在156附近，对，好，那么在月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就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168，我们把它调整到168。好，那也就是说，在6月份当月，股价如果在168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向上的反弹，或者至少会继续出现横盘的现象。但是如果股价在月中是在168下方运行，我们认为是很容易收低到156的。对，那168其实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来看168是哪个位置呢？就是股价在日 K 线图下行要突破的第二个目标，也就是跌破这个位置呢，继续出现底低，也就是说继续会不是继续，而是确认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所以这个168呢，是我们在6月份当月要关注的一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再看周 K 线图，我们也是先去除辅助线，来看看 K 线信息。那在5月27日当周继续生成一个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较前一个交易周呢继续出现头低底低的一个天剑线。那但是呢，5月27日当周的生成这根 K 线是一个大幅的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那么当然呢，我们可以回到日 K 线图来看一下，这个量缩呢，实际上在5月27日当周是只有4个交易日的。那所以这个大幅的量缩，实际上如果我们按照平均值去测算当然它依然是量缩，但是不是这么一个大幅的量缩哈。那么继续出现这样的一个天剑线这是一个直涨的信号 K 线，尤其是在5月20日当周的这根 K 线，这是一个直涨的 K 线，也就是出现了一个增量，上方一定是有卖压的。那在5月27日股价出现反弹之后，在站上20均值之后依然是有卖压的，对。那么但是呢，当周的这根 K 线，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均值的上方。那也就是说呢，为日后股价的反弹呢，其实也是这个做好了一个准备，对。那所以说这根当周新生成的 K 线，它依然是一根休息的 K 线，因为在前一个交易周出现一个放量的天剑线这个天剑线的最高也就是
187和它的最低173，是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标志。那站上这个天剑线的最高，股价一定会继续上行反弹。但是日后股价一旦跌破了这根天剑线的最低，也就是173，那么股价一定是会继续，对于周 K 线图来讲，继续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对。那其实我们会看到173，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来看，173是哪个位置呢？对于日 K 线图，就是这个母子怀抱变盘 K 线组合母线的最低是在这个位置。对，好，那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单一 K 线的解读呢，说日后股价突破的目标，上方的187，下方的173，对。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好，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那我们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的一个预测。我们预测在5月27日，对于周 K 线图来讲，如果股价收高，会收在198附近，如果收低会收在168附近。在周中我们关注的是180，也就是20均值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也是根据金线的一个推算，在6月3日当周，如果股价收高，我们认为会收在190附近，我们调整这个水平线到190。那如果股价收低呢？我们认为会收在165附近。对，收低啊，我们认为就是说股价会跌破这个前低，也就是说在5月6日当周的这根 K 线168，也就是会跌破168，也就是确认这个自4月29日当周以来的空头趋势。对，好，那么当然上方我们再补充说明190，我们认为如果收高，我们认为会突破这根天剑线的最高，如果能够收在这个位置呢，那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很可能就是确认了这个止涨的不是确认，就是说瓦解了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那么股价会在接下来交易周会继续上行，去测试200关口，也就是要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对，好，那么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在173这个位置，我们调整一下这条水平线。对。173就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6月3日当周，如果股价能够在173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可能收高，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但是，一旦是在休息 K 线最低的下方运行，那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收盘会在165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在5月31日收盘价是在178.08这个位置，然后呢，股价是出现了横盘，成交量是略有量缩。虽然在盘内是出现了反弹，但是在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进场做多的，因为各项指标都是向下并且呢，目前股价连续1、2、3、4、5个交易日是出现了横盘，并没有突破，所以在这个位置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我们至少要等待股价站上这根母线的最高，也就是182，甚至是重新站上187这个第一个目标，就是确认这个多头趋势之后，我们才能根据 K 线信息来考虑是否做多进场。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那对于空头，目前可以说
它要守的位置就是182，甚至还有这个180，它是要守这两个位置，当然还有上方的187，那它的目标一定就是172和168，这是目前空头的位置。其中172，也就是这还有一个173，这是空头一定是要突破的一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它既是压力位，其实也是支撑位，我们给的范围是177到179。第二个压力位是180前高，第三个压力位是182到184这两个位置，第四个压力位就是188。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除了5日均线值，还有20日均线值，也就是在176到177之间。然后第二个支撑位就是下方173到172。第三个支撑是168，第四个支撑是158，158是4月25日这根绿 K 的最低。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这两个可能是并列的，取决于盘中的走势。那我们先说一个可能就是这个股价会继续反弹，因为这根红 K 在盘中已经是出现了反弹，所以我们称为接下来一交易日会是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7，最高上方会到达182，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81附近。那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186，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85附近。那么它的条件，也就是这两个收盘价的条件，反弹的条件是在当日盘中是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下。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8，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74，对，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前低这个位置，然后收盘收在176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